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现身美国影视节，生图油光满面，场地普通比路演规模还小。赵丽颖惊现翠贝卡影视节，油光满面惹争议，小众电影节能否撑起国际转型梦想？近日，一则赵丽颖现身美国翠贝卡影视节的消息迅速登上热搜，令不少网友大为吃惊。原本以为她会出现在刚刚落幕的 Vogue 红毯盛典，结果她却悄无声息地空降纽约，与新剧《在人间》剧组一同现身翠贝卡影视节，作为唯一参演女演员登台亮相，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这场低调而高调的亮相，却因其真实状态、生图翻车以及影视节本身的含金量争议，引发网友热议不断。赵丽颖悄然现身翠贝卡，与在人间剧组同台亮相。据悉，赵丽颖此次是作为主演身份，与男主尹房等在人间剧组成员一同出席翠贝卡影视节。据官方信息，该剧是首部入围翠贝卡的华语剧集，具备一定的历史意义。赵丽颖身穿2025春夏高级定制礼服，黑发披肩，造型简洁而不失精致，整体风格依旧是她一贯的文艺路线。现场照片显示，赵丽颖以一袭银灰色亮片礼服亮相，裙身剪裁干练，勾勒出她纤细的身形。在一众男演员的衬托下，赵丽颖显得尤为醒目，红毯气场不输任何人。不过有眼尖的网友指出，赵丽颖此次的造型似乎略显用力过猛，妆容过于浓重，尤其在高清未修图中，油光满面，鼻影重，颧骨阴影突兀，高光区域甚至出现明显反光效果，让整张脸显得略微脏兮兮。更有人猜测她戴了假发，因为发际线处略显不自然，与此前自然的造型相比差距不小。影视节场地迷你，主创和影像挤地铁。除了状态问题，活动现场的布置也遭遇不少质疑。有网友调侃，这哪像影视节，比赵丽颖在国内路演还简陋。从现场照片来看，在人间剧组主创合影时仅有寥寥数人，站位也颇为局促，最边缘的主创人员手臂甚至被挡住了一半。赵丽颖单独站在背景板前凹造型时，也显得不太舒展，疑似受限于背景板大小和空间限制。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观影环节的混乱。在剧组人员准备入座时，有媒体拍到男主尹房等人已提前就位，而赵丽颖却仍在找位置，显得颇为仓促。助理赶忙整理座位上的物品，她才得以入座。当时后方观众已经坐得差不多了，整体安排略显混乱，令不少网友吐槽主办方不专业。翠贝卡影视节，冷门中的冷门，含金量遭质疑。虽然在人间成为首部入围翠贝卡的华语剧集，这一荣誉听起来令人振奋，但如果仔细分析翠贝卡影视节本身的地位，不难发现其实它早已不复往日辉煌。翠贝卡电影节由美国演员罗伯特·德尼罗与制片人简·罗森泰在2002年共同创办，初衷是为纪念911事件后重建纽约文化氛围。最初确实吸引过一些颇具艺术水准的电影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翠贝卡的影响力逐年下滑。如今的翠贝卡已成为偏向独立电影、小众题材的平台，参展影片多为预算低、关注度有限的冷门作品。就连2025年入围影片中，也有如李佳怡执导的短片《阿姨》这样的极小众作品，几乎在国内未曾掀起水花。与戛纳、柏林、威尼斯等世界级3大电影节相比，翠贝卡更多是一个地区性文化活动，其国际性更多体现在英文环境而非全球影响。文艺路线难走，在人间国内遇冷，国际镀金能否翻盘？
赵丽颖近年来一直在尝试从古偶剧女王向文艺演员转型。从与导演赵德胤合作的《乔妍的心事》开始，她便逐步脱离以往甜宠偶像剧路线，投身现实题材与文艺叙事的探索。然而，这条转型之路并不平坦。乔妍的心事虽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等地小范围展映，但并未在国内市场掀起多大水花，票房刚刚过亿，堪称叫好不叫座。此次在《人间》在国内播出后也反响平平，口碑未能突出，收视也未达预期。有观众指出其剧情节奏拖沓，情绪渲染不足。赵丽颖的表演虽有突破，但整体氛围过于沉闷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团队将在《人间》送往翠贝卡影视节参展，也算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。即便不能在市场层面获得成功，若能在国际场合收获认可，也可为赵丽颖争取国际化标签，提升其作品层次与个人定位。闷声干大事还是自我安慰？粉丝热情与理性交锋。赵丽颖的粉丝对此次亮相普遍持支持态度，称她是闷声干大事的典型代表，不走流量炒作路线，却脚踏实地为华语影视争光。但也有理性声音指出，所谓闷声干大事，关键还是要看作品是否真能扛得起口碑。若单靠出国走红毯，影视节相今就试图实现口碑逆转，未免显得过于功利和短视。毕竟，电影节只是展示平台，不代表作品本身的观众接受度。真正能实现转型的演员，往往是凭借强大演技与深刻角色征服观众，而非借助短暂曝光来博取同情或赞誉。结语：转型之路漫漫，赵丽颖仍需沉淀与突破。赵丽颖此次亮相翠贝卡，尽管遭遇生图翻车、场地简陋、安排混乱等诸多争议，但无疑展现了她继续追求转型的勇气。对于一位曾凭借《花千骨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等大热剧集占据流量顶端的女演员来说，主动从舒适圈中跳脱，尝试文艺题材，已属不易。然而，转型不能只靠噱头和形式。赵丽颖接下来更需要的是与优质导演的深度合作、高水准剧本的打磨，以及演技的进一步提升。国际平台的曝光是锦上添花，但唯有作品本身硬核，观众才能真正买账。翠贝卡影视节这一站，也许只是赵丽颖探索过程中的一个节点。它并不华丽，也不耀眼，但如果这条路她能坚持走下去，未来某一天，真正属于赵丽颖的国际高光时刻，也许才刚刚开始。